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一个街机当中非常优秀，但是有点冷门的优质游戏，来自于我们的招人肉士给大伙表演的战斗回路的速通表演。这个游戏啊，这个玩法很多啊，咱们有这个因为作为一个横版过关类型游戏，你会发现全程这个大脑这个小伙啊都是被咱欺负啊，就是我感觉这个游戏好像反派是非常惨，容易被咱们欺负。有很多人大伙都知道那个猫女啊，什么那个火焰骑着大鸟那个，还有植物啊，都看过这些人吧啊。然后这个游戏咱们有贪金币的玩法啊，当然以后也可以说。而这个游戏呢非常的 Q， 战斗的这个打击感啊还是挺好玩的啊，这个打击感也确实挺好玩。但是呢，至于在玩了之后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这个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游戏。啊，乱七八糟的，又各种外星人，又各种什么的，对吧？整不明白，所以说呢，这里面呢，咱们就看个热闹啊。因为这个速通的话呢，就可以把这个游戏最赖的东西和包括最有意思的，就是比如说咱们怎么玩做成好。咱们这个所谓的记录呢，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什么全世界、什么全球或者是中国记录什么的啊，它只是平台上的一个记录。因为这个游戏实在是。肯于去钻研的不多，尤其是速通这个游戏速通玩法呢，相反呢，感觉是没那么简单。就是如果说让正常玩的话呢，都是很多人一起配合玩啊，配合玩的比较多。我记得以前我也是解说过这个游戏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一关，这猫王 BOSS 啊，你不得不承认啊，你可以叫猫王，你叫他八神也没毛病啊，这头型挺像的，是不是啊？这里面呢，咱们打的过程当中啊，我发现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。他这个有真的哎，你就感觉啊，真正的这个赛博朋克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赛博朋克在这个游戏里面看的才是淋漓尽致，还有外星元素色彩，打击感非常好，这才是真正的啊，你懂的啊。好，看看，对街机那个可以不是那个主机游戏可以研究嘛，慢慢研究啊，这都不是说那个不能研究，但是就是这个意思。咱们大伙儿帮想几个啊，节目效果好一点的，咱们可以那个搞一下，是吧？然后呢，顺便把那个 Steam 账号给我发过来啊，因为这个咱们要节省开支啊，一买好几百块钱买个游戏确实挺贵啊，反正这个意思。哈哈哈哈！好了，可以看到现在这边速通的话呢，这都是选蓝人速通啊，这个人物呢，他的这个比较利于速通的感觉，但有些人呢，这技能吧看起来非常赖，适合菜鸟，但是呢，这些人呢，他可能打的吧比较磨叽啊，所以说就不至于。我记得我当时玩这个什么呢，叫做快打旋风 LNS 3.0， 现在已经出2021了啊。这 LNS 3.0 的那个版本呢，也有这些人物啊，比如说像我用那个大植物啊，一个植物啊，就是非常逗。好的，可以看到，就这哥们儿啊，天天被咱欺负，看没见？天天被欺负，一顿欺负啊，这哥们儿啊，上来就被咱们暴揍。这里面也有一个，你看奖金币的玩法，看没见？也是有啊。如果摊分玩法的话呢，也有打金币的玩法，但是我相信也没有什么特别专业的人啊，把这个金币打到非常极限的，而且甚至我没见过几个人用 TAS 啊打 TAS 的，而打这个哥们儿，我可以看到啊，前面有危险的提示，直接打红了就死了啊，直接一打爆。你这哥们儿天天被追着打，老嘚儿了啊！一个大跳，好的，往后拉，前面这个雷啊，对咱们来说呢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压力啊。他提醒你跳的时候就有一个跳，有点像什么，像忍者蛙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有点像忍者蛙了啊！纸人、甜蜜之家、白色情人节，是不是都是恐怖游戏啊？好，可以看到这个旅人啊，直接给咱们啊加一手 power up， 可以给自己加一手这个 power up 啊，就有点像那个格斗游戏里面真天外魔镜里面的那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那个钢手机啊，拿着一把斧头那个啊，确实狠。可以看到这个直接一套小连招，一个 Soyuken 把对方直接搜死了，太赖了啊！好，看看踢一下，一手巨电，哎呦我去！有的时候想这个补给啊，补血还是挺多的啊，补血。好，看看，无力啊！
忍者娃的黑暗女王明明身材比他好啊，比刚才那个人好多了。那个人感觉还是偏胖一点啊，偏丰满一点，所以说是这个情况啊。好，看看这个是忍者蛙吗？看起来像忍者蛙的感觉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怪物呢也是 LNS 3.0里面常用的怪物啊，4只手啊，蓝人儿。为什么叫蓝人？因为是蓝色的就叫蓝人嘛啊。那如果是搞黄色的人就叫黄人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又是你 ，How old are you 啊？怎么老是你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看，哇塞！啊，可以看到金币啊，这里面咱们这个游戏啊是没有所谓的这个摊分玩法的啊，就是你也可以说是摊分玩法，但是呢，咱们这样的啊，就最牛逼的是摊金币啊，据说那个目前摊金币的记录呢是7200多枚金币啊，它是按照这个来打摊分的计算，但上方那个分数什么的不算啊，好像也差不多，就是差不了多少，这个就没有人把那个算成摊分了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又是啊，所有的这个设备全都是那个大脑那个人啊，那个大脑那个人就跟那个名将里面那个博士似的，老被咱们追着跑，还怎么打是吧？你怎么死来死去都死不了啊？就我的潜台词是我还不想死，你不想死有点死啊。管这个叫名将2，我觉得这要是画风其实看起来也确实蛮像的啊，但是跟名将就是我感觉就还是不太一样，是吧？然后这个的话，它的这个阶级体制啊，应该变得丰富很多了啊。好，这个这个也有全屏阵的宝物啊，吃一下之后呢，直接全屏阵，有点东西的啊。好，全屏阵完了之后要隔好长时间才能过图，又是你。好，直接压扁。就这个哥们儿吧，我总感觉他贼，就是作为反派，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，你看对吧？相当的可爱啊。好，蓄力一下。什么人就是有这个乌利亚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乌利亚。好，你看，就连机器的这个皮肤啊，都有的变得非常漂亮啊，都特别逗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来看看，蓝人睡醒了，结果呢，就要往前走。就后面这个哥们儿啊，看见后面这个大穿刺，时间不够了要死，赶一下，10秒钟打爆了，啥也不是啊。给你一种紧张感，其实怎么地都能过去啊，就是一种紧张感而已。啊，你看又是他，这屋里面藏着一个小伙伴，看不看见？哈哈哈哈！这个哥们头上戴那个圈你们想啊，你们有印象吗？就是《疯狂的外星人》，大伙儿看过吧？就是沈腾跟黄渤那个，他那个里面那个一旦那个外星那个猴子啊，一旦戴上那个圈之后，不就无敌了吗？是不是挺像的？是不是？啊，戴上这个圈，还有头上戴圈，还有一个电影，就是那个《三毛从军记》，对吧？《三毛从军记》里边就那个哥们也是啊，也戴个圈，之后，好的，恐龙快打，看没见？这个钱看起来还不像那个恐龙快打，有点像那个什么了，有点像那个恐龙快打的一图背景，然后那个吃这个钱像圆桌骑士，看不见？有点逗的啊。速通的话应该是不会打隐藏关卡的，那你说摊分的话怎么说啊？三国志圆桌，刚才那个弦有点像圆桌啊。好，直接加后手，4手的怪啊，刚才那个怪也是4个手的啊，确实烂。这哥们血量，就是前面那些血量，你会发现啊，如果不给自己加 power up 的话啊，确实打的血量有点太低了啊。一生没死，还能再接，好的，直接崩死了啊。狒狒，
这个狒狒还长了翅膀啊！好，看看香蕉，你个博蜡！哇，这个小怪帮咱一咬，还能咬出香蕉出来啊！一看这个香蕉，我就想起《仙剑奇侠传》里面那个香蕉了啊！啊，皮肤真的是非常像，有的地方呢，它那个质感还像那个那叫什么？好，卡斯莫西诺杰兹，这个狒狒还抱个人儿啊，来的啊，直接一顿神崩，哇！全程可以直接把这小崩死，我靠！这个血杀也太赖了啊！全屏血杀，赖逼！好，啊，一顿买啊，一顿买。这个是什么传送洞啊？异次元裂缝！我靠！哇，感觉这关有点像奖励关的感觉啊！有的时候呢，让你随便打。不过有时候这么一看，这个血杀是相当的凶，怎么干都行啊。这个人像不像特瑞？穿的衣服像特瑞啊，穿的牛仔裤，四只手的怪物啊。如果是4手浩克，4手特瑞，我差怎么说？他们说，对吧？好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个补血是吗？这补血看起来像一只螃蟹呢，感觉。飞蟹，帝王飞蟹，这一只都得3斤多啊，相当好吃。好，来看看这摩托车啊，每一个摩托车的名字都不一样啊，是属于小 boss 的啊，属于小 boss 的。好，这一关落到一个船上，然后把屋顶都打碎了。这个也是4手怪啊，这个4手怪看起来不如刚才那个好看了。虽然说他穿的也是牛仔裤，但是呢，由于紫色啊，就天生感觉就是讨厌这种紫色，就感觉跟中毒了一样，对不对？一个摔，哎呦，这个血杀，哇，赖逼啊！烤全牛，好，看看，这到了这个顶上了啊，还有这种灯笼的元素，看不看见啊？这灯笼元素啊，设计的也是，就是告诉你什么都有。抓住了之后可以一顿捆，一顿 A 啊，直接把这个小怪直接 A 死的啊，这有点太赖了啊！你看 A 完之后嘎嘎出铜币啊！好，直接一手血杀，小苹果，饮料没吃着。来看看这个哥们儿啊，一个武士，先跑，然后直接召唤了一手。我们看，一个哈多肯，先把自己的弄上。这里有一只，这烤全牛，兄弟们，烤全牛啊！果然，这个烤全牛，这是烤乳牛啊，这个牛有点东西的，吃一手。哎，哇，一顿吃啊，吃一下吃不满啊，一顿吃。好，又变了。这个坛子上面有一只眼睛，手里拿着一个那个圆桌骑士的那个武器啊，一顿血杀直接崩死。又是3次变身，3次变身，好的。哦，这个风格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那个电晶，也就是《电神魔魁2》里面那个倒数最后一关底的倒数第2个形态啊，身上跟着小球，你看不看见啊？但是感觉好像就贴身一顿打就行啊，就是贴身一顿前手。哎呦，这哥们儿如果是个女的，可老好看了。好的，直接崩死了啊，血杀太猛了。来，这两个哥们儿还给他跳舞，这个有点像那个舒克和贝塔里面的那个蚂蚁精。好的，这他妈这不是啊，这不是那个《三国志2》的那种感觉吗？质感非常像啊。球道玉是黑色的啊，亮面黑色金属材质的感觉，它这是金色的亮面啊，金属材质的不一样啊。但你玩过《电神魔魁2》一定就知道了，这不用我多说了啊。
这一个侧踢，又是你啊！这刚才这哥们儿是作为首关 BOSS， 现在连出现了3个，每个人名字不一样，阿苏萨，什么 Tina， 什么玩意儿的啊，就是这个什么巴瑞娜是吧？什么吧？那个女的是那个啥啊？那个女的是那个谁？那个传说中的那个官邸，剩下2个是她姐妹。好，又是你，对吧？又给砸晕了。就是传说中，对吧？我是武藏，我是小次郎，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，白洞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直接就来了一个那个索纳斯，对吧？就直接给搞了啊。好，来看看斗技场。他这个激光非常爽。好了，这哥们登空气也能走啊！你看这个神兽啊，登空气也能走，服呢啊！这个老鼠是忍者神龟里面那个他师傅，对吧？忍者神龟的师傅啊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小伙子怎么说。一会儿啊，就面临着一球的小挑战。看着人家玩可简单了啊，当你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玩的不是一个游戏，真事儿啊。好，回身一摔，一举一扣，前，无力啊！好，这还是一个叉子，看，刀叉吃西餐的啊，吃西餐那个叉子。第2个地图还有小兵，这不是忍者蛙吗？这就感觉这就是忍者蛙，但是这个蛙明显非常猥琐啊，抬头45度角往天上瞅，根本就看不到人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地方给了好多补血的，这个汉堡哥，你敢说这个汉堡哥不是恐龙快打里的那个风格？完全一致啊！好，我们看看，可不就是你吗，小伙子？加上了一个哈瓦，好的。给上来，他这个升龙感觉非常的过瘾啊！利用血杀的这个卡布地状态起身压制，还能帮咱们清小兵啊！你看，就这种血杀绝对是非常屌的。再加一手，好，再血杀，这哥们把他的披风都打掉了啊！我天啊！哇！直接怼死了啊！他以为我狼在玩，那不能，我能操，谁能这么玩啊？那太赖了啊！那你要那么玩的话，就只能说是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泰森的弟弟太赖。好的，直接给他冻死了！我操，这个怎么说？刚才咱们选择要 K 他是吧？啊，没有，来看买不买 ，OK， 100一个。好，我操，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像那个《合金弹头3》里面那个感觉啊，《合金弹头3》里面的这个感觉啊。好，看看，哇，我变成火龙了啊！冰火5重天，还能变，这个相当的凶啊！看不看见？好。哇塞，就是崩他啊！他那里面那个特别像那个阿拉登神灯那个人物，看像不像啊？那个风格就是阿拉丁神灯啊！好，顶回来。好，血量应该是正好够了啊！无限崩就崩死了，这个崩甚至都不用他站起来，你看不看见？他真的是赖啊！最后一下，19分钟。16秒直接通关啊！19分钟13秒，应该这么说啊，确实是，也准确来说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第8关，最后呢是把这个哥们 K 死了啊，确实屌的啊。然后我们看看这里面的元素啊，感觉这个游戏元素特别多了。这个地方啊，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吗？啊，有点东西啊。最后这个提醒咱们这个白头那个 Go 那个小子啊，跟咱唠嗑。好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我们的昭然于世给大家伙打的这么一个速通视频，也是目前全平台最快，但是用处不大啊。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游戏呢，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啊。
你要看懂的话呢，还要自己去亲试玩，而且最好玩的是多人配合，或者是摊金币，也是一种非常讨厌人的玩法。但是呢，有机会小狼给大家伙做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小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